我是纳瓦尔。在过去这些年里，我反复谈论的正是如何在这个新世界中构建属于你个人的财富与幸福体系。今天我要分享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一个你可以立刻上手操作的行动框架，关于如何找到你的专长，并用杠杆将其无限放大，最终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你渴望一种玩着像工作的状态，那么接下来的内容或许会永久改变你的轨迹。请先花1秒钟为这个频道点个赞并订阅，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如何实现心智与财务自由的深度思考。让我们从一个故事开始。很多年前，我遇到过一位非常聪明的年轻人，他毕业于名校，进入了一家众人羡慕的科技公司，拿着丰厚的薪水，但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会找到我，眼神里充满困惑和倦怠。他说：“纳瓦尔，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巨大机器上的齿轮，虽然运转顺畅，但我不知道这一切最终通向哪里。我好像在为别人的梦想打工，消耗的是我无法追回的时间。”这个问题，我相信屏幕前的许多人也正在面对。我们被社会时钟推着走，上学、求职、晋升，却很少停下来问自己：我真正擅长且热爱的是什么？我付出的时间是在积累复利，还是在换取一份迟早会枯竭的薪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破解的核心难题。我将它归结为一个清晰的等式：个人定位等于天赋乘兴趣乘价值乘杠杆。请注意，这里是相乘而不是相加，这意味着任何一项为0，结果就会归0。你必须找到这4个要素的交集。第一，关于天赋与专长。人们常常误解天赋，认为它是某种惊天动地的超凡能力，但在我看来，真正的天赋更常表现为一种你感知世界、处理信息的独特方式。它往往是你觉得自然而然，甚至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以至于你忽略了它的价值。它无法通过简单的培训获得，因为它深植于你的本性、你的好奇心和你的过往经历之中。找到它的方法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回顾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在没有人付钱给你，也没有人评价你的时候，你热衷于做什么？什么样的问题能让你沉浸其中，忘记时间的流逝？对我来说，早年对阅读和计算机代码的痴迷就是一种信号。你要寻找的是那种对你来说像玩耍，对他人却像工作的东西。这就是你无法被轻易取代的差异化优势的起点。别再盲目弥补短板，那只会让你变得平庸。将你所有的注意力灌溉到你天赋的种子上去。第二，关于兴趣与热爱。兴趣是燃料，它能让你在无人喝彩的漫漫长夜中持续前行。但兴趣必须是真实的，而不是社会告诉你应该喜欢的。检验兴趣真伪的最好标准是，你是否愿意不计报酬地长期钻研它。如果一件事只是为了换取外部奖励，当奖励消失或变得寻常时，你的动力就会迅速枯竭。真正的兴趣自带驱动力，它源于内心的好奇与创造欲。将你的天赋与这发自内心的兴趣结合，工作就不再是劳作，而会变成一种自我表达。你会进入一种心流状态，时间仿佛不存在，效率却达到顶峰。这就是玩着像工作的精髓。你在创造，在游戏，而世界恰好为此复仇。第三，关于价值与需求。天赋与兴趣必须锚定在真实的世界需求上，否则它只是一种昂贵的爱好。这里的价值指的是你的产出能否解决特定人群的具体问题，或满足他们深层次的需求。你不需要满足所有人，只需要成为一个特定领域里不可或缺的人。如何找到价值点？观察、倾听、提问。哪些领域的信息差正在扩大？哪些群体的痛点尚未被很好的解决？例如，在信息过载的时代，帮助人们筛选、提炼和运用知识，
就具有巨大价值。把你的独特天赋对准一个正在增长的有价值的赛道。记住，最好的工作往往诞生于新兴领域的交汇处，那里竞争尚不激烈，而规则正待书写。第四，关于杠杆与放大，这是现代人实现指数级成长的关键。没有杠杆，你只能1对1地出售你的时间，而时间是绝对有限的。杠杆有3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媒体与内容杠杆，比如代码、书籍、博客、播客、视频，他们可以在你睡觉时依然工作，触达无数人。第二种是资本杠杆，用资金来放大决策的影响。第三种是人力杠杆，让他人为你工作。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零成本、零许可的起点正是第一种，创造内容，分享你的知识、见解和创作。这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内容创作者路径的核心，用内容媒体杠杆建立信任和影响力，然后你可以将这种影响力产品化，例如开发一门课程或建立一个社群，这结合了媒体杠杆和资本杠杆，因为你的知识产品可以规模化销售。最后，当你需要处理更多事务性工作时，可以考虑引入助手或工具劳动力杠杆或更高效的工具杠杆。这个组合能让你的专长效应从线性增长变为指数增长。现在，让我们谈谈职业决策。每一天，你都面临着大大小小的选择，如何确保你的选择是指向自由的，而非更深的束缚？我的建议是，优先选择具有长期复利效应的赛道。什么是复利效应？就是你的今天所做会让你的明天变得无比轻松。写下的每一篇文章，录制的每一个视频，编写的每一段代码，建立的每一段信任关系，都会在时间的长河中累积价值，而不是在月底清零。与之相对的是那种纯粹用时间换金钱的工作，一旦你停止劳动，收入也随之停止。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我常常使用反推法，不是问我如果成功了会怎样，而是问如果这件事失败了，后果我能否承受？这能帮你排除那些高风险，会令你万劫不复的选项。对于你深思熟虑后仍感到兴奋的机会，采用72小时原则。如果你在72小时后想到它依然心跳加速，充满期待，那就立刻行动，不要等待完美时机。完美时刻永远不会自动到来，它只诞生于行动之中。我知道这些概念听起来可能有些抽象，让我们用一个更具体的例子来贯穿始终。假设有一个叫李维的年轻人，他是一名普通的财务分析师，但他真正的热情在于理解消费者行为和心理，并且他有一种将复杂金融概念讲得通俗易懂的天赋成兴趣。他每天下班后感到空虚，因为他的工作并未运用这份独特组合。按照我们框架，他应该怎么做？首先，他需要确认价值点。他观察到，很多年轻人对个人理财感到焦虑又无从下手。市场上的信息要么太专业，要么有推销嫌疑，这就是一个真实的需求。价值。于是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视频平台创作内容，用有趣的短句和清晰的比喻讲解储蓄、投资和避免消费陷阱。内容杠杆。起初，这只是他的兴趣项目。渐渐的，他的内容吸引了第一批追随者。他通过持续分享建立了信任。这时，他推出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入门电子书或一套小型线上课程，帮助用户一步步建立自己的财务系统、产品化、资本杠杆。他并没有辞职，而是用杠杆放大了他下班后的时间价值。随着用户增多，他建立了一个社群，鼓励成员分享经验和互相监督社群网络，放大影响力。最后，当他需要处理更多用户咨询和内容分发时，他可能会雇佣一位兼职助手，或利用自动化工具劳动力非工具杠杆。在这个过程中，李维逐渐构建了一个不依赖于任何雇主的资产体系。他的财务分析本职工作反而成了他观察行业的独特视角来源。最终，他会到达一个临界点，届时
他的玩着像工作的创作事业所带来的收入和成就感，将使他拥有是否继续全职工作的选择权。这就是自由。这一切的根基都源自他对自己天赋成兴趣成价值交集的挖掘，并通过杠杆进行放大。他走的每一步都在积累复利。他的内容库是他的资产，他的用户信任是他的资产，他的产品体系是他的资产。朋友们，我们正身处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在中国，超过10亿的互联网用户以及完善的内容平台和支付基础设施，意味着杠杆的触手可及。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向整个世界表达和创造。但工具越是强大，方向就越是重要。你首先要做的是向内探寻，找到你独一无二的专长矿脉。请不要再廉价出售你不可再生的时间，请停止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花时间思考，深刻的思考，我究竟是谁？我擅长什么？我关心什么？我能提供什么价值？然后勇敢的、耐心的开始创造，并利用一切可用的杠杆。如果你从今天的分享中有所收获，请务必点赞这个视频。你的点赞会让算法将这份思考推荐给更多需要的人。同时，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因为我们后续会深入探讨财富、幸福以及如何运用判断力等具体话题。在评论区，你也可以留下你对自己天赋成兴趣交集的思考，或者你正在尝试的杠杆方式，让我们彼此启发。最后，记住，财富不是零和游戏，它是你为世界创造价值后获得的欠条。幸福是一种不需要外部条件的内心状态，而自由是这一切的终极产物。它来自于你对自己时间的完全掌控。找到你的专长，用杠杆放大它，做出有复利的选择。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场伟大的冒险。我是纳瓦尔，感谢你的阅读与时间，我们下次再见。